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你跟一个人讲同一件事，他完全听不懂。你说我最近很累，他回你那就早点睡啊。你心里 OS 我累的不是身体，是人生啦。再升级一点，你试着跟人分享你的信仰，你的挣扎，你的转变，对方看着你，好像在看一个刚下载新 App 的人。我不懂你在兴奋什么。然后呢，你开始怀疑是我讲太烂，还是有些东西本来就不是用讲清楚就能懂。好，今天这段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6节直接告诉你答案。有些东西不是你不会讲，是对方没有那个接收系统。保罗一开口就很猛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翻成今天白话，不是你自己想通的，是神帮你打开的。这句话会让很多人不舒服，因为我们很爱觉得我懂，是因为我很聪明。但保罗说，不好意思哦，你会懂，是因为圣灵有在你里面动。然后呢，他用了一个超生活化的比喻，只是他那时候没有赖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翻成今天，你手机的密码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脑袋里的想法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那同样的，神的事谁最清楚？当然是神自己。所以如果神不让你知道，你再怎么分析、推理、研究，你只是在猜。然后保罗说，我们不是领受世界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这句翻成现代版超关键，你不是靠外面收资讯，你是里面有更新系统。很多人活得很累，是因为一直在外面找答案，看书、看影片、问朋友、问专家。然后呢，答案越来越多，心却越来越乱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用世界的系统详解属灵的问题。这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拿 Android 的充电线硬要插 iPhone， 你很努力在插角度也对，力道也够，甚至还换好几条线，然后呢，还是充不进去。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你用错系统。保罗接着讲一个更直接的，属血气的人不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。翻成今天白话，没有圣灵的人看你信耶稣，觉得你怪。你分享神带领我，对方心里你是靠直觉吧？你说我里面有平安，对方那是心理作用。你说我愿意放下这个机会，因为神的心意，对方你是不是傻了？然后呢，你开始动摇，你会想是不是我真的太奇怪？但保罗说，不是你奇怪，是他看不懂啦。因为属灵的事是用属灵的眼光看，不是用逻辑推到底，不是用感觉抓出来，是用一个被神开启的内在视角。然后来到最帅的一句，然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翻成今天版本，你可能看起来不合理，但你其实比很多人更清楚在发生什么。这不是说你变成超人哦，而是说当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你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。别人只看到短期利益，你看到长远价值；别人只看表面成功，你看到里面的代价；别人只看现在爽不爽，你在想这会不会让我离神更远。然后呢，你做出来的选择可能会被误会耶。你不跟风，被说保守；你不贪快，被说没野心啦；你不随便，被说太认真。但其实你只是活在不同的系统里。
最后一句，保罗直接封王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翻成今天，你不是只有一颗自己的脑，你里面有一个被更新的思维，这才是整段的重点。不是你变更聪明，是你开始用基督的角度看世界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现在很多卡住的地方，会不会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还在用旧的系统？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6节在说，真正的突破不是你想的更厉害，是你愿不愿意让神改变你看事情的方式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图的金句，当你开始用基督的眼光看世界，你不一定更被理解，但你一定更看得清楚。